程家面馆。昨晚吧。好。二位好。二位想吃点什么？就来2碗你们这儿的招牌面吧。招牌面。好嘞，你等会儿啊。2碗招牌面。怎么他在这儿？妈呢？星月，怎么了？想什么呢？没事儿。面来了。您呢？这是您的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请慢用啊。哎，老板啊，你怎么会做这碗面呢？这是我们祖传的。哎，这个浇头跟别的店是不一样的，你尝尝就知道了啊。好，慢吃啊。陈家面馆，陈家面馆。哎，建宇，你来啦！真的是你？陈月，陈月，陈月，陈月。陈月，你就这么不想见我吗？见又怎么样？不见又怎么样？一别20多年，你就没什么话对我说吗？该说的、该做的，都已经说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没想到，你和我居然生分到这个地步。陈月，你可真够狠的。身份。当初你跟我签离婚协议书的时候，不就已经是这样的结局了吗？那我想知道，刚才那个男人他到底是什么人？这是我的事情，我凭什么要告诉你？凭什么？啊！凭我私下汉跟你离婚，3年后我才再的婚。我想知道我的前妻是不是和我一样，还是离开我之后很快就去找了别的男人？你到底要羞辱我到什么程度你才满意？我羞辱你？啊？陈月，我们2个之间到底是谁在羞辱谁呀？你到底凭什么这样跟我说话？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呢？我把你当成什么了？陈月，当年我是那么的呵护你，那么珍惜你，那么爱你。你自己说，我把你当成什么了？那些都是过去的事情，我不想再去想。
我现在生活的很平静，我不希望你来打扰我的生活。你真是这么想的？是的，我不希望你再影响我以后的生活。我明白了，我多年解不开的心结，我现在全明白了。爸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要不……杰宇啊，你今天真不应该带爸去那儿啊！对不起，我知道我这么做很唐突。那天我见到妈妈的时候，我也无法接受。可是，她毕竟是我的亲生母亲，她不配。她除了生下你，根本就没有尽到一个做妈妈的责任。爸，我明白你的感受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妈当年离开的时候，她是有苦衷的。苦衷？当年鼎丰冰凌破产。她抛下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，跟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，这就是她的苦衷。爸，你误会了。妈离开以后就没有再婚，那个男人只是邻居，妈到现在还是一个人。杰宇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真的。而且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。妈当年离开的时候，怀了身孕，而且那个孩子，你还见过。我的孩子，我还见过。那，你的意思是，你妈妈当年离开我的时候，已经怀孕了？那她是谁呀？你知道不知道？哎，杰宇啊，要是知道的话，你赶紧告诉爸爸。就是我们公司新来的那个法务特助，昌凌云。昌凌云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爸，一开始我也不相信，后来我就查了凌云的出生日期，而且我也问过妈妈了。他也承认了，不可能，爸，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去做 DNA 的检测。爸，你没事吧？爸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佳宇啊，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？都是真的吧？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要不然咱们……我信。那你说，当年你妈妈既然她身怀有孕，她为什么还要离开我呢？这也是我疑惑的地方。我总觉得有其他的原因。但是爸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要是相信凌云是你的女儿，她从小跟着妈吃了不少的苦，我们应该尽力的去弥补她。他是凌云的亲生父亲吧？
凌云他知道吗？我还没有告诉凌云。他到底做了什么，把你伤得这么深？都已经过去了。我以为我这一辈子我再也不会见到他，没想到。这该来的，终究会来。凌云和剑宇是你的孩子，也是他的孩子，你想避，是避不开的。我自认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，我问心无愧。我只是担心凌云他。凌云他已经长大了，而且非常懂事，他会体谅你的，你就放宽心吧。明阳，有件事情我要麻烦你，什么事？你说。你千万不要告诉凌云他爸爸来过的事。我是不会说的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这件事凌云他早晚会知道。与其让他自己知道，不如由你来告诉他。董事长，您要的资料。啊，好，忙去吧。喂，您好。好，我马上给您发过去。就这样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有事吗？去哪儿了？跟一个员工聊点事儿。你去查陈凌云是什么意思？我今天有点累了，有些事儿咱们晚些再聊。不行，我现在就要知道，我现在就要你给我一个解释。你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嘛？啊，怎么这么就不合礼遇呢？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？还是早就知道了？我知道什么呀？那你这么关心凌云的事干什么？哎，是你在关心他吧？我的丈夫对个年轻女员工过分关心，身为妻子的我想要知道，难道有错吗？行了，你别瞎猜了。我跟凌云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不是我想象的那样，那又是怎样？凌云是我跟陈月的女儿。女儿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也是意外才知道的。当年陈月跟我离婚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她已经怀上了凌云，阴差阳错我才碰到了她，所以你就去见了陈月。你们都已经离婚了，你还去找她做什么？哎，你忘了当初是她离开你的？这些我都记得。但是凌云是我的女儿啊，是我施霄汉的孩子。是又怎么样？哎，你不会是想告诉我，
你准备接陈凌云回私家吧？没错，我正是这个意思。我要把凌云名正言顺地接回私家。死小孩，你会不会太过分了？我为你为鼎峰付出了这么多年，你现在问都不问一声就要把陈琳带回家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一码事归一码事啊，你不要混为一谈。好歹我是你的妻子啊，你就这么不顾及我的感受，对陈月有什么好？你就这么重视他的女儿？你别忘了，当年是我陪你度过顶峰危机的，我为你生了剑锋，为你照顾剑雨，这都是我，是我。丽丽啊，丽丽，这些我都记得，我从来也没有忘记过。好，那如果说我永远不会接受陈凌云呢？你都可以接受剑雨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凌云呢？啊？就因为我已经接受了司剑雨一个人了，我没那么大的心胸再去接受另外一个人。我要一个完完全全属于我的家，而不是时时刻刻有陈月的影子。小海，我从来没有求过你，就这一次，我求求你行不行？丽丽啊，我亏欠凌云的太多了，我缺席了20多年的父爱，今后的日子呢，我要用我的全力来尽到作为一个父亲的职责。丽丽，请你理解我好吗？不理解，我也永远不会接受。司小海，太过分了。哎，丽丽，丽丽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今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这眼皮一直跳。是不是最近太累了？要不咱们今天早点打烊回去休息吧？啊，也好。来，我来吧，你休息一会儿。辛苦了。张离离，张总，你都已经离开这么久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回来？为什么要出现在这里？还带了一个女儿回来，还把她带到司萧汉的面前，你到底安着什么心？你今天来就是要跟我讲这些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什么都没有做。你什么都没做，那为什么司萧汉知道她的存在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哼，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你还说你不知道？我知道什么？妈，他到底在说什么？林云，你先出去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凌云，你听妈的话，你先出去，先出去。不，我不出去。陈月，你自己不敢告诉你女儿，偏偏跑去告诉了司萧汉。我真不知道你的心思原来这么的深呢。哼，你跟司剑雨还真是亲生母子呢，一样的阳奉阴违，一样的龌龊下贱。你别太过分了，我不许你这样说我的孩子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凌云，司剑雨是你儿子，那你和司董什么关系？爸，爸，快点去。好，没事。爸，这晚上天气凉，我身体还没恢复好。
早点回房休息吧。我没事儿啊，你先去睡吧。爸，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，阿姨去找过妈妈了。她去干嘛？那你骂她？我想，妈妈和妹妹一定受了委屈。黎黎的脾气啊，我是知道的，她那儿我去说。那这样说来，凌云知道我是他的父亲了。爸，那以后我们该怎么处理啊？这个女儿，我必须认。你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。爸，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在你身体不好的时候跟你说这些，惹得你心烦。这个不能怪你。自从你妈离开这个家，我这个心结一直都在。现在说出来了，心里反倒好受了。爸，当年妈妈为什么要离开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那个时候你才5岁，不记得是正常的。那一年，顶峰的合约方片面解约，公司的资金链断裂，濒临破产。爸爸被人四处逼债，我就到处融资，想救回顶峰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你妈她留下了个信封，离开了我们，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信封？里面有离婚协议书吗？一份签了名的离婚协议书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封信。他说他无法忍受如此之大的公司破产压力，所以提出了离婚。建宇啊，你妈妈她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女人，她温柔、贤淑、善解人意。正因为这点，爸爸至今都没有想通，他为什么要离开我，离开这个家。爸，不管妈妈当年怎么样，凌云她都是无辜的。她从小吃了这么多的苦，这些本来不应该是她面对的。是啊，我们亏欠凌云的太多了。2位请慢用。找我有什么事？说吧。凌云，别叫我司总了。你知道那件事了吧？你是我的亲妹妹，跟哥哥别那么陌生好吗？之前你要辞退我，也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系吗？是，但也不全是。OK， 哥哥给你道歉，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了。我以为你是曲明阳的女儿。曲叔叔一直很喜欢妈妈，但是妈妈没有接受他。我知道，这些事情我都知道，包括张黎黎去家的事情我也知道。他简直太过分了，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让你和妈妈受委屈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你相信哥哥，不管谁阻挠，我一定会让你名正言顺的回到司家。如果我说我不愿意回去呢？凌云，为什么？你不用担心什么。虽然爸爸没有原谅妈妈，可是他是很珍惜你的。爸不原谅妈，是他亲口自己说的吗？
他有什么资格这么说？明明该检讨、该自责的人是他。你怎么能这么说爸爸呢？当年是妈什么话都不说没就走啊！你知道爸爸有多痛苦吗？你知道那么多年他是怎么过来的吗？难道妈妈不是吗？这么多年来，我只要问起关于爸爸的事情，妈妈总是默默地掉眼泪。她的伤心，她的难过，你们有谁关心过？妈妈被毁掉的是她的人生，你们有什么资格指责她？就算妈妈她伤心，她难过，可是当年是她主动提出离婚的，是她抛弃了家庭，抛弃了幸福。你说什么？明明是爸爸提出离婚的，你怎么能让妈妈独自承受这么大的委屈呢 ？OK， 林雨，我知道你很维护妈妈，可是你也不能扭曲事实，对不对？到底是谁在扭曲事实？我想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。不管有什么误会，我都不希望你爸爸再来打扰妈妈的生活。也请你转告他，我可以承认他是我爸爸这个事实，但是我永远都不会接受他，更不会回到4家去。林云，司建宇，你太冲动了。刚刚为什么要和林云争？现在你最大的敌人是张丽云，爸爸对林云那么亏欠，肯定想尽办法补偿林云，所以他一定能帮到你。为什么还要和他争执？来喽，小心烫。没事。来，妈，你坐。哎呀，你看看，让你别进去忙嘛！你看这里都是油，怎么办？没事儿，妈。来，尝尝我给你做的面。小时候，江丽丽不给我做饭吃，我就自己学着做面条。妈，我发现我做面条是有遗传的。他不给你饭吃，你爸知道吗？嗨，一顿两顿的也饿不死我。都怪妈，是妈对不起你。妈，您别这么说。其实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我之前误会你跟曲叔叔的关系，错怪了你，还牵动了凌云。妈，你别怪我好不好？我不会怪你，你做什么妈都不会怪你。怎么了？妈，我怕凌云他不肯原谅我，毕竟之前我对他的态度实在太差了。你们之前相处一直好好的，但是凌云啊，他就是一个直肠子，你哄哄他应该就没事了。妈，其实我觉得我们母子3个人的性格还挺像的。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妈妈，又多了一个妹妹，我真的好开心。妈，以后有时间我就来看你，好不好？当然好啊。不过，你公司的事情这么忙，那又算什么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都不想去工作了。我想在面馆陪着妈妈。只是什么？只是我不想便宜那个张丽丽。如果我不在公司的话，她肯定会抢走顶峰的。抢走就抢走呗，只要我们3个人能够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在一起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
妈，你说的没错，但是我还是不甘心。鼎峰是爸爸辛辛苦苦20年撑到现在，凭什么落在张黎黎手里面？我受了20几年的委屈也就算了，妈，你辛辛苦苦这么久，也应该想想清福。还有凌云也是，他那么辛苦的工作挣钱是为什么？我也希望他能够开心快乐每一天。妈，你说对不对？你说的都对，可是妈好像什么都不会。妈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交给我来就好了。只是，我希望你能够劝劝凌云，在公司的时候多帮帮我。她是你亲妹妹，她本来就应该帮你啊。还有，我希望凌云能够认爸爸。认爸爸？妈，其实我能感觉到，爸爸对凌云，他是有愧疚的。如果凌云肯认爸爸的话，以后我在公司对付张黎黎，我把握就大很多了。可是，妈，你不认爸爸，我不说什么了。但是你想想凌云，他身上流着爸的血，你总不能让他一直这样单亲下去吧？再说了，如果他和爸的矛盾不解开的话，我在公司也挺为难的。凌云，她从小就是主观意识很强的女孩子，个性又倔。哎，这样吧，我劝劝她，但是最后拿主意的还是她自己。妈，凌云这么孝顺，他一定会听你的话。哎，行了，咱先不说这个，面都凉了，哎，吃，乖儿子给你做的面。谢谢。陈凌云。陈凌云，我有话跟你说，走吧。没空，这是命令。今天休息，我不用听你的命令吧？这是跟你跟建宇的关系有关。是司总告诉了你我的身世。是我跟他说的。你告诉他的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也是最近才知道。当时建宇，他以为他跟你是同母异父的兄妹，所以我才去调查的。结果，你们所有人都知道了我的身世，却没有人告诉我什么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……这怎么不是重点？凭什么我最后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身世？凭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可以调查我的身世，探查我的隐私？你们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道理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只能听你们的？为什么呢？不是，你先冷静一下嘛。冷静？你要我怎么冷静？我居然进了跟我失踪20年爸爸的公司，而我的哥哥是我的顶头上司。我妈有我妈的苦衷，我不能怪她；我哥有我哥的立场，我也不能怪他。可是你呢，副总？你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凭什么调查我？你既然已经调查出来了，你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告诉我？你就那么喜欢掌控别人吗？真的不是这样的，我是发现建宇他对你的态度已经开始影响到他的工作上的判断，所以我才要去调查的。
且关于你，我真的不愿意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你的工作。工作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跟我谈工作是吗？你以为我会感谢你吗？真的不是这样的，这好，咱们今天就把话说清楚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正式跟你辞职。你那个竞业限制，让他见鬼去吧！还有，我宁愿给我妈开面馆，我也不要回鼎峰。你真的要离开鼎峰？是。你是真的对鼎峰一点留恋都没有吗？没有。那天都项目呢？没有。你的那些策划呢？没有。你向往的天都项目，围绕着它的那片绿地呢？没有，没有，我都说了没有。那我呢？我记得我第一次看见你，你是当代驾。当时我在想，怎么会有女生做这种职业？还记得你对我的态度很差，这是你留给我第一个印象。那是因为……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我第二次见你，是在学校毕业典礼。没想到你竟然是全科优秀，当时我是挺欣赏你。后来，你跑到我们鼎峰来应聘，是我把你刷下去，因为我知道天都项目难度的确是太大了，外面有那么多的好工作，为什么你不跑到外面去呢？结果，你还是进来了。后来你凭着自己的努力，越做越好，甚至你感动到我们。我们是因为你才相信天都项目到最后一定会成功。后来，建宇他发现你跟他之间的关系，他误会了你和他是同母异父的兄妹，所以他才要处处的针对你，才要把你赶离开鼎峰。当时我真的是很担心，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是很担心，如果有一天我走进办公室，我再也看不见芒洛你，我会是什么感觉呢？你明天就知道了。要是可以的话，我宁可一辈子我都不知道。之后有一天，你跑到我办公室来，你说你知道收走你办公桌的人是建宇，你很不高兴，你说你要辞职。我当时我真的很害怕，我害怕失去你，我害怕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虽然我们认识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但是你已经融进我的生活里，我不能再失去你，所以你能不能答应我，不要离开？你让我留在你身边干什么呢？工作拍档吗？只要你愿意，我们……如果我不愿意呢？我问你，我是不是很想一个人？想谁呀？我自己。你怎么会说到他呢？我是不是很想他？我们能不能不要开启这个话题？你见到我的时候，是不是会想起他？我不愿意回答任何关于他的问题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都已经这么晚了，都早点回去休息吧。
陈凌云，任何感觉都会变成一种习惯。我不想成为你习惯中的一部分。妈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睡呀？睡不着。有心事，要不要跟妈说说？我辞职了。辞职？妈不是让你不要辞职吗？我不想在那个人的公司上班。凌云啊，你在顶峰上的好好的，你千万不要因为妈影响到你的前途。我想得很清楚了，妈，你那么辛苦的把我养大，如果我还在那个人公司上班，我心里过不去这道坎儿。再说了，我这么有能力，还怕找不到工作吗？可是，凌云，妈希望你能够多考虑考虑。我还考虑什么呀？妈还是希望你能在顶峰上班。为什么？顶峰是那个人的公司啊。可是你哥哥在。我知道这20年来，建宇他也吃了不少的苦，可是这都是妈造成的。但是我也不能帮他任何的忙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帮他。再说，你们是亲兄妹，你帮他也是应该的。凌云，你千万不要因为妈和那个人的事情影响到你们的前途。凌云，妈还要跟你说一件事情。还有什么事？凌云，你能不能和你爸相认？妈，你在说什么？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，但他毕竟是你的爸爸。再说，当时我离开他的时候，他并不知道有你的存在，所以，妈希望你能够原谅他。是不是司建宇来找过你？没有，他没有来找过我。我不答应这个要求。你之前不是跟我说，我爸爸不在了，我就永远当做没有这个爸爸不就行了吗？我装作不认识他不就行了吗？凌云，你别那么固执好不好？说不定他会是一个好父亲呢。妈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凌云，就算妈求你，妈求你，你再听妈一次的话，行吗？我长这么大，什么时候没听过您的话？可是您现在让我去认他，难道你也看上他的钱了吗？你怎么会这么说妈？难道妈在你的眼里是这样的人吗？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认他呢？他有资格当我的父亲吗？不管他有没有资格，他就是你的爸爸。我可以不认，但你不行。凌云，凌云，你去哪儿？家里太闷了，我出去透透气。
什么？都出去2个多小时了。是啊，我到处都找不到凌云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常阿姨，您怎么能逼凌云信任那个人呢？其实现在心里最难受的人就是他。我知道，可我也是没办法嘛。你实话跟我说，是不是施建宇让你这么说的？哎呀，你糊涂啊！心里想着儿子，就没有女儿了。现在都别说这些了，现在赶紧找到凌云比较重要吧。这大半夜的，他一个女孩子家在外面怎么办呢？你不要担心啊，现在外面的治安也没那么糟糕。这样，我跟曲恒再出去找找啊。常阿姨，你别担心，我刚刚给朋友们打过电话，他们都在帮忙找。我现在就出门去。啊，你守着常阿姨，我一个人去就行了。快去。都是我不好。好，别担心了啊。终于找到你了，怎么一声不响就跑出来？你知不知道常阿姨多担心啊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都2个小时了，已经够了吧？听话，跟我回去，免得他们担心。啊！哎，你能陪我聊聊天吗？这件事情，我是不是做得很不对？你是说，常阿姨让你认父亲这个事儿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妈让我这么做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们家真的很穷，我妈的身体又不好，我天天蹲在家门口，等啊等，就想等我爸的出现。可是我等来等去，都等不到他。你知道每一秒都失望的感觉吗？20年了，他从来都没有找过我们母女俩。其实我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、什么地位、有多少钱，以他的能力要找我们母女俩太简单了。也许他真的把我们忘了。我妈现在让我去认他，难道仅仅是因为他是我血缘的爸爸？我真的不能接受。接受不了，咱们就不接受。傻丫头，你不是一直想出国进修吗？我陪着你，咱们一起出国好不好？出国，我放心不下我妈。放心吧，常阿姨有我爸照顾着，说不定我们不在，对他们来说还是个好事。再说了，未来会怎么样，谁知道呢？是啊，未来会怎么样，谁知道？不过说真的，你说你跟我一起出国，那地姐那边的工作怎么办？当然是辞职了。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，但在我想象的未来里，一定都有你。不过，在这之前，
你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程阿姨的意见？我相信程阿姨让你认司萧汉父亲，一定不是她的本意。为什么？也许是程阿姨的心病吧。心病？这个心病就是司建宇。凌云，你想，程阿姨那么坚强的人，什么事情能让她变得脆弱，而且还放弃自己的原则？也只有你和司建宇。尤其是司建宇，程阿姨对他的愧疚，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。尤其是程阿姨知道张丽丽是怎么对司建宇以后，要不是因为有你的话，我都想象不出程阿姨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应该是这样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我想，只有委屈你，先帮衬着司建宇，这样才能解开程阿姨的心结。其实我们都明白，司建宇和张丽丽的斗争之中，最重要的就是司萧汉的表态。我想，你认了司萧汉，会对司建宇有很大的帮助。弄了半天，你刚才是在哄我啊？你还是想让我留在顶峰，去认司萧汉？我并没有在哄你，只不过，如果不解开程阿姨的心结，我想你也不会开心的，对不对？况且，这也不需要很长时间，只要等天都项目结束就可以了。天都的项目？没错，其实天都项目就是司建宇用来对付张丽丽的资本。如果这个项目成了的话，那司建宇就在顶峰站稳了脚跟。而且，你不要忘了，天都项目是你毕业以后第一个工作。你想啊，你为了这个项目付出了多少努力，多少心血，遭受了多少白眼。如今这个项目好不容易进入正轨了，你真的舍得放下？你说的对，这是我第一份工作，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？谢谢你的提醒。这就对了。只不过如果我留在顶峰的话，到时候你在和不在都已经不重要了。而且据我估算，这个项目最慢只需要半年。半年？够吗？绝对够。我等得起。你呢？好啦，不说不开心的事情了，聊点开心的。明天中午想吃点什么，我给你送到公司去。都行啊，辣的吧？那就麻辣香锅。不行，麻辣香锅吃多了会长痘的，你这样不漂亮了。我不喜欢长痘。司董，你叫我什么？司董。这个房间里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你可以叫我爸爸的。当然，一时改口也不容易，但是你心里要清楚，我是你爸爸。我真是没想到，你居然是我的女儿啊！这20年，你受苦了。我没吃什么苦，吃苦的是妈妈。好了，过去的事情我们不再提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司萧汉的女儿。我要把这20年亏欠你的父爱10倍、100倍的补偿给你。
陈月这个人呐，什么都好，就是脾气犟。哼！既然早知道她已经怀上你了，就应该告诉我呀，否则我们也不会分别20年呢。你是在责怪妈妈吗？我心疼的是你。你不是说之前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吗？好吧，过去的事情咱们不再提了。这样，要不要爸爸陪你四处逛逛？或者是你想去国外旅游的话，尽管说出来，爸爸一定满足你。这些都不用了。我今天来只是想跟你说一件事，我希望我以后是凭自己的能力在顶峰工作，不需要任何特权和优待。你还是不肯原谅爸爸。其实我昨天已经向副总辞职了，但是我想来想去，还是决定留下来。我只希望你能答应我这个要求，你能答应吗？好吧，爸爸答应你。我心里很清楚，要你接受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，但是只要我们父女有机会相处，你一定会体谅到，爸爸是真心想补偿你的。这些事情以后再说吧。没别的事的话，我先去工作了。丽丽，能给我一个拥抱吗？爸爸这一辈子没有抱过自己的女儿。好感人的场面啊！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。小海，你也太着急了吧？还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女儿呢就抱上了，万一要不是呢？张总说的有道理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去做个 DNA 鉴定，好吗？不用，你就是我的女儿，这点我敢肯定。可是张总好像有不同的看法。那是开玩笑的，薇薇，我第一次见到你就特别喜欢你，没想到竟然还是一家人呢。啊，对了，你叫肖汉爸爸的话，那你是不是也该叫我一声妈呀？张总可真会开玩笑啊！不好意思，我只有一个妈。爸，我去工作了。这就是你认的女儿啊，没大没小的，你该好好管她了吧？什么叫认的？那就是我的女儿。丽丽啊，你也这把岁数了啊，不要整天的跟小贝斗来斗去的，一点涵养都没有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以后不许针对凌云，听到了没有？我哪有这个闲工夫？没有就好。
这是我的办公室吗？满意吗？有什么要求就告诉我。我还是在原来的格子间办公吧，这里可是副总裁办公室。只要你点头，你也可以当副总裁。司总，你不用这样。你还叫我司总，是不是还在怪我？不是的，我只是觉得我还是我，我还是原来的程凌云，我还要在原来的那个天都项目组，我不希望有任何改变。如果是这样，我宁愿离开。好，听你的，都不改变。不过，你对我的称呼，是不是要改一改？称呼？我知道你不肯认爸妈，不过我这个哥哥，你不至于不认我吧？哥，哥以前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不要生我的气。我没有生你的气，我只是希望你有时间了多看看妈妈，她真的很挂念你。我会好好孝顺妈妈的，也会好好的照顾你。我们是一家人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不过你要防着张丽丽，我怕她会针对你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让她抓到把柄的。喂，一泽，太好了，那咱们中午一块吃个饭吧，我带林云一起过来。行，好。一泽和银行那边也谈妥了，中午一起吃个饭吧。对了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多和一泽沟通沟通。算了，还是你们俩去吧。我行了，听哥的话，走。林云，你和一泽先认识了吧？是啊。你看，你们多有缘分呐，既是校友，又是同事。你到我们学校招聘，招来的当然既是校友，又是同事了。说的也对啊。不过哪有我们这么亲近的，对不对，一泽？是哦。林月，我吃好了。副总，你吃好了吗？我有点事想和你说。哦，我吃饱了。哦，哎呀，我今天好饿，要不你们先聊吧。我在门口等你。加油，该吃了。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奇怪什么？我为什么没有辞职，又回来鼎峰上班了？所以重点是到最后你还是在啊。没错，重点是回来了。所以说你回来是帮建宇。那这么说，我们的想法，我们的思路还是一样的。我今天想跟你谈一些工作的事情。说吧。我跟司小汉已经谈过了，让他在工作上不要对我有任何的优待和特权。我希望你跟平常一样，严格的指导我，不要有任何改变。还有，最近发生的事情，我们都忘了吧？你说的是什么？你知道的。都忘了，什么都记不清了。那太好了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好，那我先提醒你一下，
本以为你有一个很大的靠山，以后我还是会秉公办理。那就最好不过了。好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玲玲，怎么了？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去跟司董做你爸爸？我知道这是你的家务事，那我也没权利去管。可是我见到建宇这么多年来，他真的很辛苦，真的想尽所有的办法，就想见到你跟司董相认。那你可以当做是帮他，或者是帮你自己，又或者是，反正你自己好好的去考虑一下吧。建宇受了什么苦？有什么委屈？他是吃不上饭，还是睡过马路？别这么说嘛，这要说委屈，要说吃苦，吃过苦，受过委屈最多的是我妈。小的时候，我们家真的很穷很穷，经常吃不上饭，交不起房租。我妈生病了，也没钱去看医生，就这么靠着。可是吃这些苦又能算什么呢？再苦也比不过我妈心里的苦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问我妈：“爸爸呢？爸爸在哪儿？”我妈什么也回答不上来。总是躲在角落里默默的哭。啊，真的那时候真的很不懂事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是那个人伤害了我妈。20年来，我妈没有嫁给别人，而他呢，弃儿环绕。你让我怎么去认他？或许他是另有原因。他还能有什么原因呢？我只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妈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要照顾她，保护她，我不能让她受到一点点的伤害，一点点都不行。你也有妈妈，如果你曾有过，用尽全力的保护一个人，如果有的话，我想你能够体会。我当然能够理解。其实我觉得全天下最伟大的人，其实就是妈妈。她那么辛苦，想把我们养育大、拉扯大，无怨无悔的受尽痛苦、受尽折磨，为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健康的成长。所以真的，全天下最伟大的人，就是妈妈。我只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妈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要照顾她，保护她，我不能让她受到一点点的伤害，一点点都不行。你也有妈妈，如果你曾有过，用尽全力的保护一个人，如果有的话，我想你能够体会。
好想你。我真的好想你。我记得你在我跌倒的时候，教我怎么站起来。有时候我做错了事儿，你骂我，骂完我之后，你还偷偷的躲到房间里自己哭。但你知道吗？当时你一离开，我的整个世界就崩塌了。还有我自己，我们要好好的去爱你，去疼你，珍惜你。甚至去抱抱你。温暖的怀抱，我永远都再没有机会抱了。你现在在另外一个世界好吗？你要答应我要好好的。什么？巨野的投资不能落实？哎，还不是因为伯父病情的问题。傅婆婆怎么了？生病了，怎么没有人告诉我呀？没事，没有大碍，他只需要在医院里休养一下。我们还说正事吧。啊，小兰，你先坐下吧。这样吧，我觉得还是凌云来说吧，毕竟这个方案是他第一个收到的。我也是今天早上才收到地界方面发过来的传真，他们给了我们一个方案，大概的方向是想和我们鼎峰签订一份合作协议，然后再拿这个协议进行募资。你是我们的法务助理，你是不是该说一下你的看法？我觉得这个方案应该可行，毕竟地界在这个行业的地位毋庸置疑，只不过我们可能会有风险。你们看，如果我们跟他们签订了这份协议，那么主动权就在地界手上，他们等于空手套白狼。你这么说可就过分了。你的想法是好的，但是生意之外还是有情分在的。我可可、建宇还有一泽哥，我们从小玩到大，20多年的感情，信不过吗？我是法务，我只考虑合同的风险，人情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。好了，管理风险那是对的，可可也是可信的。哎，你要不要说一下你的看法？我也相信周可可。这样吧，我再研究一下这个方案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漏洞。好，谢谢，我陪你出去了。建宇，这么重要的项目，你让陈凌云参与决策性的讨论，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毕竟他才刚毕业。小兰，凌云不是一个普通人，
他一旦参与进来这个项目，就谁也阻止不了，包括张丽丽在内。为什么？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因为林云是我的亲妹妹，是我爸20多年都没见过的亲生女儿。好了，现在最后一个议题，之前曲总提出的先签署合作协议再募资的方案，鼎峰已经来回复了，他们同意了。太好了！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准备一个募资的晚会和发布会。这是我们第一次与鼎峰合作，所以需要派出一个人去与他们对接。曲总，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吗？这方面我不熟，还是由其他领导推荐吧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，散会吧。许涵，你等一下。可可，还有事儿？我昨天晚上一晚都没睡，满脑子都想的是你要离开的事。可可，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再讨论了，好吗？你说你会跟完天都项目的吗？一定。跟你约定的那个人，是不是陈凌云？看来我猜对了，你就这么喜欢他吗？为了他，你连前途都不要了？在我看来，再光明的前途，如果没有他的参与，都会变得黯淡无比。我明白了，去忙吧。你想跟鼎峰对接啊？是。为什么？周总，您看，天都这个项目，现在曲衡已经是手握大权。如果我能负责那个项目的对接的话，我就可以成功的打进那个项目。到时候，在这个项目对接的过程中，我在里面做一些手脚，然后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曲衡身上。让他和傅一泽两个人狗咬狗，您看怎么样？你能做到啊？您要是能给我这个职位，我一定能做到。行啊，我去给你申请。谢谢周总。但是记住了啊，合作顺利，我一定要让曲衡和傅一泽感到难受，要让他们觉得丢脸。好的，周总，我记住了。去吧，那我先下去了。等我先拿到这个职位，你那些要求我能做就顺手做，不能做，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。哼，呵呵呵。今天会议最后说一项人事任命，陈凌云，我们和地杰的合作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，现在需要一位和地杰的对接人，公司打算让你做。我吗？
这可是代表领风。好，你和李可多聊一聊，先把发布会和募资优惠流程定下来。没问题。散会。我知道我很帅，你也不用这样看着我吧。你就这样任命凌云了？她是我妹妹嘛，我肯定要照顾她。这只是其中一个借口吧。最近我爸特别关注凌云，让她来负责这一块，张丽丽不敢动什么手脚。那所以说我得把你这份心思好好的去告诉她吗？不必了吧，我不希望她知道这么多。好吧，但我只是担心，她要是到后来发现了，会不会觉得我们是在利用她呢？没这么严重吧，只是个工作安排而已。你挺关心我妹妹的，你要真喜欢她，就去追她，我支持你。我是喜欢你妹妹，我会好好的去追你妹妹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别那么八卦，有正事。还看？你放不下莫子琪，我也认了。为什么你要接受陈凌云？我哪儿比不上他？我连陈凌云都比不上吗？为什么你接受他，不能接受我？为什么？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因为凌云是我的亲妹妹。喂，哦，好，我马上过来吧。你呀，怎么受的伤啊？削苹果不小心把手划伤了，没事儿，你不用过来的。你嘴说不让我过来，其实心里面是想我过来看看你是吧？看一下，还好吧？没事。不疼了，你过来就好了。你看你削个苹果都搞成这样，行了，乖乖坐这儿，我替你去削。小心手啊！我是你。好了，来，还可以吧？嗯，好吃。
泽哥，你还是很关心我的，对吗？当然啦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你说的一家人是什么概念？就一家人的一家人呐。是我和你还有伯父一起生活的一家人吗？就是我和你，我是哥哥，你是妹妹，这样子的一家人。我不要那种家人，你知道我想要什么？我想要……别胡说乱想了，刚受完伤，待会早点休息，知道吗？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天云，地级的人来了。哦，好。是你，凌云。原来你们认识呀？那我就不用介绍了。你们谈，我先出去了。真没想到，顶峰派的代表居然是你。坐吧。我们今天呢，主要是讨论一下发布会和晚宴的流程。凌云，我觉得我们之间，现在是工作时间，我们还是谈工作吧。这是我们午宴的流程，你看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先谈工作。对不起，我打烊了。我不是来吃面的，我来找程凌云的。凌云不在。不在。哎，那我在这等他。你等凌云干什么？他可没有第二个韩启明再让你勾引啊！你怎么说话呢？我跟启明是真心相爱，倒是你们家程凌云抢不过吗？就用一些卑鄙的手段。我女儿用什么卑鄙的手段？你不要血口喷人啊！这么说，你女儿做的事你还不知道吧？她做了什么？好吧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你们家程凌云勾引自己家公司的领导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我算他有本事，凭什么他要毁我们家启明的前途呢？你这胡说什么呀？什么勾不勾引领导的事，为什么要扯到我们凌云身上？再说，他们俩根本就不在一个公司上班。不在一个公司怎么了？他还勾引别的公司的领导呢。狐狸精，请你拿出证据来。要是没有证据，就请你跟我道歉。出去！哎，现在就给我出去！放开我！哎呦，我为什么要出去？我不出去，我等程凌云了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你放开我！你，哎呀，你放开！程月，程月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快，先坐下来。没事吧？你怎么能这样？啊？你一个年轻人，能推个能做你长辈的人吗？你也太没教养，太没素质了吧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推他了？素质？你们也配跟我说素质？你什么意思？你给我说清楚。我什么意思？你们俩都50多岁了吧？人到黄昏了吧？还这么拉拉扯扯的呢，真不害臊！难怪会养出曲和和程凌云这对不干净的儿女。你再给我说一遍！再给我说一遍！我再跟你说100遍！上梁不正下梁歪，
一对不干净的父母养出一对不干净的儿女，怎么样？你这么你干嘛？我今天要替你的父母教训教训你！你！明阳，明阳，这个不关我的事儿。救人是吧？你事儿倒的。明阳，明阳，明阳。没事吧？不知道呢，现在医生正在做检查。怎么会这样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还不给那葛倩如给气的。葛倩如？这跟她有什么关系啊？事情是这样的。太过分了，我去找他。哎，凌云，你先别急着去找他，这多一事啊，不如少一事。先看看你曲叔叔他情况怎么样，再决定吧。曲明阳家属哪位？啊，我们是。医生，里面病人怎么样了？撞击处应该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得住院观察一下是否有脑震荡。啊？这样，你们先去办下住院手续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啊。妈，走吧。陈阿姨，凌云，我爸他怎么样？没事，只是暂时安于心。凌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爸他怎么会？跟我出来一下。凌云，我爸到底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妈说曲叔叔住院是因为葛倩如到我家面馆闹事，说把韩启明的工作毁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居然是因为这件事？你知道？因为我撤掉了他和顶峰对接的职务。为什么？难道是因为我是顶峰的代表？凌云，有件事情我必须要让你知道。虽然是我撤掉了韩启明，但是是傅一泽让我这么做的。傅一泽？这和他有什么关系？虽然他跟我说他是为了工作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他是为了你。他管那么多干什么？我现在都有点后悔了，是不是当初不应该劝你留在顶峰？不，我想得很明白了，我现在应该留在顶峰，但是等天都的项目结束之后，我就会和你一起出国，这是我们的约定。是我们的约定。凌云，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